大家好，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去吉隆坡市区，或者是去槟城马六甲，有没有一种我到底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外国的错觉？当然你不要跟我讲 JB 很多新加坡人啦，没有新加坡人的 JB 就不是 JB 了。当你在 BUK 滨滩塞到连蚂蚁都过不去，你可能在车里骂这些人害到你塞车，那到底这群游客的到来有没有让我们的钱包变厚一点点？你是不是以为旅游年就是买几只消费股就收工了？今天我告诉你，这份64页报告里藏了一个海陆空加医药的全方位账本，里面甚至连卖鸡蛋的公司都被点名了。想知道你的股票有没有在名单里？看下去你就知道了。首先我们要搞清楚2026大马旅游年的分量。为了这4700万人，政府已经拨款了5亿，令其做全球推广。这个是5亿，不是拿去捐给别人。投行在报告里提到，2026年不只是旅游年，应该叫大马医疗旅游年。报告明确列出几大直接受惠行业有航空、酒店、零售、餐饮以及医疗。逻辑很简单，游客要来马来西亚，第一件事就是坐飞机，第二件事是住酒店，第三件事是去买东西，还有一部分人是专门来看病做体检。所以下次看到一些外来游客做出什么不文明的事，记得上前去跟他们说，有病就去看医生。接下来我会把那4块直接受惠的行业仔细拆开来讲，大家请点赞收藏，我们开始。如果没有飞机，这4700万人总不能坐船过来吧？报告里提到，航空业在2026年的盈利能见度来自于容量 capacity 的恢复。2025年航空旅行需求已经超过了疫情前巅峰。为了配合旅游年，政府还拿了5000万令吉出来做补助金，鼓励航空公司开更多国际航班。在这个主题下，投行将 Capital A 列为航空板块的代表逻辑。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说的吗？马币每涨 1%， 他们一个月能省下约200万美元的成本。在高载客率和成本降低的双重加持下，这种美金负债为王的公司的利润空间确实值得我们根据报告逻辑去持续观察。那游客来了，总不能睡路边吧？他们就要订酒店啊。随着游客涌入导致需求增加，酒店拥有更强的定价权，不需要给降多折扣来 promotion， 盈利能力自然改善。投行在这里重点分析了 REIT， 其中 Summit REIT 是报告里提到的逻辑核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拥有庞大的酒店组合，比如松蔚 Resort、Pyramid Hotel 等酒店业务贡献了他们大约 10% 的盈利，这比其他同类型的 REITs 高。另外拥有 Mandarin Oriental 酒店的 KLCCP 和大家最熟悉的购物天堂 Pavilion REIT 也被点名。逻辑很简单，游客住得爽，你的租金收得稳。现在游客下飞机住进酒店，下一步就是疯狂购物和吃喝，谁会受惠？投行点名消费股有2个原因，内有马币升值导致原材料价格下跌的红利，外有低失业率导致购买力稳定支撑，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报告在第29页特别分析了消费板块，他把消费股分成了2类，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在必需品的这个 category， 主要受惠于基础民生需求、政府援助金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下降。投行就点名了 Lion Hub 这个鸡蛋股，理由很有趣，旅游年带旺了餐饮业，而鸡蛋是所有美食的灵魂，不管是 Nasi Lemak 还是炒粿条都要加蛋。虽然饲料成本有波动，但这种规模效应让 Lion Hub 直接坐在了需求的第一排。那地非必需品里面，这3个公司的名字你一定听过。伊恩，它的商场通常在成熟社区，游客和本地人双杀。由于2026年上半年佳节时期相对集中，这种消费窗口通常有利于像伊恩这样拥有综合商场的零售商。2，帕蒂尼很多东南亚邻国游客超爱大马的帕蒂尼，觉得性价比极高。投行认为这类服装零售商是直接的流量受益者。3， Mr. DIY 虽然他卖的是5金杂货，但它是全国普及，马币强，它从中国进口的成本就低，再加上旅游业带动整体消费情绪，这种全国普及的消费股的防御性就很强。你是不是这3家公司的常客？如果是，那你也算是在贡献马股了。现在游客吃饱了，东西买好了，要干嘛？那就是去看病咯。不是啦，开玩笑。其实有些游客是冲着医疗旅游来到马来西亚的，就好像为了整容去韩国泰国一样的道理。很多人不知道，
大马的医疗旅游在东南亚其实非常具有竞争力，对于印尼、中东甚至一些西方国家的游客来大马各个盲肠，顺便去云顶走走，分分钟比在他们国家看个牙医还便宜。当然盲肠是我开玩笑的，应该没有人可以忍痛飞好几个小时吧。来这里医疗旅游都是心脏手术、整容、眼科等等。投行就讲医疗旅游的红利将直接流向大型私人医院和相关供应链，大型私人医院就有 IHH 和 KPJ， 但是投行只是给这两家公司 neutral 的评级啦。2026第一季度 Sunway Healthcare 就要 IPO 了，相信也能受惠，然后普通散户也很难买到 IPO shares。 至于供应链相关企业就有 Top Glove 和 Coulson， 以及政府医药分销商 Pharmaniega 也被提及。2026年预算案重点鼓励药品本土化生产，减少进口依赖。Pharmaniega 作为政府主要的医药分销商，将受惠于更完善的医药分销网络，以支持激增的患者和药物需求。好了，听完那4个板块，先别太兴奋，我们也要清醒一下。我们要问一个马来西亚人才懂的问题：我们人民的购买力真的还有 power 吗？投行就给了几点潜在风险。第一， SST 征收范围的扩大和政府对白糖、白米和食用油等必需品的针对性补贴调整，可能会削弱短期内的消费者情绪和实际购买力。二，马来西亚正面临高达 16% 的医疗成本通胀，如果私人医院无法妥善管理成本，导致价格过高，可能会削弱大马医疗旅游的吸引力。总结一下，2026旅游年推广基金加医疗旅游，双引擎加消费情绪回升，等于旅游链条的估值修复。投行认为这是2026年马股最确定的主题之一。如果你想追踪这个主题，这里有3个观察点：一，盯紧旅游部每月公布的游客人数，看看有没有达标；二，留意各大零售商和医院的季度报表，看他们的 margin 有没有被成本吃掉；三，看马币汇率，马币太强，游客会觉得大马变贵了；马币太弱，公司成本太高。4.00 到 4.20 可能是最舒服的区间。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马来西亚真的准备好迎接4700万游客了吗？你会担心景点物价涨得更凶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下一季我们要聊一个更硬核、更火的话题——数据中心 Data Center。进入收割期，那些盖好的 DC 真的能让电力股变暴利股吗？我们下集见。